美国关税战将如何影响台湾的电商市场？嗨，我是电商 Tony 陈，电商情报站这个系列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分析电商市场，聊一下我所看到的产业变化或未来可能的发展。这一集我们来聊美国提高关税将如何影响台湾的电商市场。你应该不只听说了，你的股票应该就是直接被干了一刀这样。所以我简单讲一下内容川普在4月2号宣布针对各国来提高关税，全世界范围台湾被提到32%，然后造成台股疯狂下跌，什么血腥7日这样大盘跌停。那市场中就出现了恐慌性的抛售潮，然后4月9号又宣布暂缓实施关税对等关税90天，来让各个国家去跟美国协商，看要怎么样来提供对美的进口量来补贸易逆差。那现在除了中国以外，大家都乖乖的排队去协商了。那中国现在就是跟美国对干就对了。所以你要知道美国是怎么计算对等关税的那我们先讲一下美国是怎么把台湾的关税数字拉到32%这个数字的。它公式是这样：对等关税等于美国对该国的贸易逆差除以美国从该国的进口额，然后除以2。那这个除以2还是说它佛心来的那我们跟你收一半就好了。好，那以台湾来说就是739.2亿美元除以1162.64亿美元约等于63.6%然后是对等嘛，然后除以2，这个就川普说他对你好这样好，然后就变32%。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对等关税的清单这张表不用看得太仔细，因为象征的意义比较大。川普就是拿来吓人的，但是你可以注意一下，我们刚才讲的公式的分子是美国对该国的贸易逆差，代表说这些国家都是对美的出口大于对美的进口。那意思就是大家都是把东西卖给美国的数量远远多于从美国进口的数量。那意思就是大家都是毛起来卖东西给那个美国那边去可是我从美国买东西就一点点这样美国没送。所以美国提高关税的话会对该国的经济造成相当大的震荡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跳脚股票暴跌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台湾是卖了什么东西到美国是最多的那这个远见杂志已经帮我们做好功课了，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念一下：台湾对美出口占整体出口比重已升至 23.4%， 前20大的出口商品包括伺服器、笔电、手机、网通设备、电子零组件等产品均不在豁免清单内，不过现在好像又快有了那受冲击最大的是资通讯产品，出口比重达 61%。好，这个看起来对我们这些电商品牌影响没有很大嘛，反正伺服器这些等级的产品，这都 B2B 的东西都什么那个广达鸿海华硕这种大公司在做的我一个卖衣服卖甜点蛋糕小卖家怎么会被影响到那如果你这样想那可能就会有一点危险，因为我们刚才讲中国在跟美国对干美国去克了中国 145%那中国跟美国也拉到 125% 了。我写稿的时候美国又喊出什么中国，然后我把你拉到 245% 这个讲一下就很多人会误会是美国又往上喊其实不是是包含现有已经课的关税还要再加上去，所以有些商品的关税会拉高到 245%。但川普你也知道，美国总统现在已经没信用了，他讲什么大家以前很震荡现在的话就听听就好。那可能你看到这一集的时候数字又被更新掉了，那基本上关税只要喊超过 100%你喊到10000%也同样意思就是那效力就是这样那就是寒爽的效果而已。那这个我解释一下，基本上这种关税课下去，双方这品类上这个贸易就直接停止了关税的算法是这样，假设你的商品售价100元，美国要课你 145% 关税，所以你关税是145元，再加上本来的售价100元，所以这个商品到美国的成本就已经变成245元，这已经赚不到钱了那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大门就关闭。我讲一个数字就是说关税升高 10% 对企业的净利不是毛利净利10% 的关税对那个企业的净利是下跌 67%， 这个很合理嘛？你假设1000块的商品你卖过去，然后它提高了 10% 关税
那就变成1100块这样去卖的话，我1000块里头我拔掉所有的成本，我也没赚多少钱啊。然后你现在又要我多吞100，这个净利会严重的下滑，然后结果他妈喊都超过100%的，那会直接赔钱的生意。那你说转嫁消费者，消费者卖不动啊，那这个关税我虽然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不过我也知道关税这种东西不能乱动嘛，然后川普他没在管的，全部都弄。这件事情真的是比小说还要魔幻也确实发生了。那你看这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关税法夹湾海上货柜成弃婴，承揽业不满成回收厂，就是卖家不玩了，你知道，他宁愿整批货甩在那边，他就不要了，他也不要去缴那个关税。那最后你要知道，中国出口美国多少产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中国对美国出口量到底是怎样。以2024年为例，出口总额5246亿美元，然后出口前10名的东西是手机、电脑、电池、玩具、家具、服装、塑胶制品、钢铁、汽车、电子组合。好，这前10名就有包含很多一般电商会卖的产品了。所以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就是这些对美出口的产品，那现在不卖美国，我要卖去哪？我未看先猜，当然就是卖到其他卖得动的国家嘛。或对中国友好，我们当然不是对中国是友好的嘛，那有对中国很好的中国是他大哥的这种，那就先卖过去。我们有要谈政治我们现在只是在讲台湾的电商市场会遇到的状况。那以台湾市场来说，你也知道一堆虾皮的经营者都是怎样买淘宝卖虾皮，买1688卖虾皮，不然就去专业的进货网，什么台州开山网，专业的女鞋进货，然后来弄一弄就卖虾皮。这个我还有经验呢，因为以前我在查那个，我跟你讲，淘宝的人，你以为他去哪进货做淘宝的人，他不是1688进货嘛然后专业品项有更专业的进货的地方那像那个什么台州看山网，好哇，它东西真的是超级便宜，然后你可以买样品我想说他那个那么便宜，应该是做批发的没有，你还可以买一个女鞋来买个1双2双这种东西他现在因为很内卷，所以他散单也接。然后后来我就在夜市高雄的夜市有看到同款这没有不对人家那样跨海过来这样卖然后那个款式确实台湾也没有，我只是说商人以前就是这样就是搬有运无嘛买淘宝卖虾皮，买那个专业进货网还有什么义乌网来卖台湾现在这些中国必然想要把这个商品就出不去美国嘛，那个商人想办法要把它卖到台湾来那我们刚才讲，它对美出口额是5246亿美元，这个你听起来这数字已经大到没有感觉了。好了，我们台湾电商龙头 Momo 去年的营收是1126亿台币。对那你简单算一下，中国对美出口等于几个 Momo 我帮你算好了，140个。要有140个 Momo 的业绩那才能撑得起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所以美国跟中国就继续保持僵局的话，台湾会遇到什么？来自中国供应链严重的倾销，就是他们家卖已经不是为了赚钱了，就是为了续命所以只要有卖有动然后数字有在跳，工厂在跑，银行可以继续贷款就这样。所以接下来的价格战会非常的夸张了。那接下来你要知道美国对台课关税的各种可能，我们接下来讨论90天后这个协商结果可能会对台湾造成的影响，以下都是我个人的猜测你参考就好，我不是什么专家没办法跟你那样，我也不是什么川普肚子里的蛔虫那我就是我自己的判断这样。那我当然没办法跟你讲台湾会被课多少关税那我们来猜猜看结果。基本上结果大概就是一刀切下去，左边右边各一种两种。第一种是台湾的关税课的比其他国家少就是我们是在最低的那个梯队里面。第二种就是台湾的关税课的比其他国家多，我们不是在最低的梯队里面。好像听起来像干话那还是有差的。那最理想的就是说第一种我们在关税最低的梯队里面，代表什么？大家跟美国做生意都困难我们对美国做生意还有利他100块的东西我也在做，他也在做那我关税比较低，我就有优势。这样也就是说，我如果是第一种结果，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大幅的去开拓美国市场为什么？对台湾来讲，这就是国运等级的顺风局。那业者就会加速去布局美国本地的仓库，然后也会加速跟那个 Amazon FBA 的合作。
那如果你是使用一个什么开店平台的架站服务，像 Cyberbiz 的话，你就确认一下这个平台有没有提供 Global 的服务啊，这个要划重点就是强化你的品牌形象。美国人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至少你就要出现美国的官网这东西，让他找得到你那你也可以积极的寻找美国的经销商来去填补因为美国经销商以前中国东西很好卖，现在中国东西他还买不到进货不到嘛你去补看，应该是有机会的。那你如果不晓得怎么去找美国经销商的话，一样就去问你合作的开店平台。他通常那个开店平台有做国外的，都会有一个 team global team， 那他就可以帮你问绝对是比自己瞎找还要来得快很多。那再来我们讲第二种我们不在关税最低的梯队里面，这就很危险了。这就代表我们对美国的出口份额还会持续降低。而我们面对美国的出口额占总出口的 23.4%， 所以它影响到台湾的经济，这件事就会变成必然。那消费者就没钱购物需求就下滑，电商业绩势必受到影响。受到影响员工更没钱那需求更下滑，恶性循环就几种行业会好而已。第一个是做安慰剂的就是大家在萧条的时候没钱，那边心灵上有一个避风港，这样，比方说手游、赌博电玩然后 A 片这种东西，它就需求就会爬起来，因为它是时代的安慰剂萧条时代安慰剂。那第二种就是放款的那放款的就是没钱就找我借钱利率没关系谈先欠再说之后都会造成很多很庞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此时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能不能找到尚未开发的外部市场来填补这个空缺。这件事情是有搞头的那是因为以前顺风局，那么大家都先把手上的事情做好，就不会有谁有空去研究那种新的地方那现在就逼得大家不得不去研究了。我会看先猜 Momo 他们应该Momo 统一内部应该都动起来了那 PC 用可能动作比较慢，他们可能还在筹组他们的组织，这样就是专门去研究未开发市场的。我之前是不是影片也拍过虾皮攻入一个大家都想都没想过的海外市场，叫做巴西。我靠，你台湾哪个团队你做功课做要做世界贸易，然后做，你要么你答案就是东北亚，比方说日本、韩国尤其是日本这个人亲土亲的那你要嘛你就东南亚政府新南向政策你要嘛你就欧洲市场、美洲市场，你怎么会做出一个功课叫做老板我功课我都做完，来我们去巴西，那很难可是虾皮攻入巴西这件事情就是事实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这支影片，它成长惊人然后就是未开发市场。我那支影片有讲，就是说虾皮在巴西获得巨大的成功，那代表什么？代表说电商在巴西是走得通的，至少人家虾皮可以做出这种等级的业绩，它的金流、物流、基础建设都是 OK 的。台湾是有机会的那你也可以去调整你品牌的营运成本跟库存所谓增加资金的周转效率等等。专注经营自己的品牌例如你去做更多的内容行销跟线下经营。我们电商某种程度上来看还蛮内需的就我们不是很依赖国外的东西，我们大概都是台湾的商人来卖台湾自己人，这样蛮内需的那美国关税是影响总体经济，我们做内需嘛，那你继续做你的内容行销，继续做你的线下经营，继续做你的 OMO 你要做纯电商，我个人觉得获客成本一直被提高，你就去摆个文青摊子然后接触线下，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开那个街边店或是你一定要去做百货专柜，这是不太一定。你有低成本的做法先去线下就对了你去体验一下线下的水温比方百货花车这便宜的街法或文青市集那你这样子还看得到线下的消费者有线下的收入，那接下来大概就是度过寒冬的准备你也会比较安心。那我未看先猜，当你去经营线下的时候，一开始业绩都不会好万事起头难，这很正常。但是你可以获得什么效果？就是分摊风险的效果。你去摆一个文青摊子，你自己也觉得没什么但是实际上这对你生意的道理来说，这是什么？这是你就开辟了一个新的通路而且你接触到以前就从来没看到你的消费者，你光是坐在那边就是广告效果了不然就是来个拍照打卡送东西之类的把它拉成会员，然后后面再去滚动你自己的再行销。就算这个营收初期很烂，只占你营收整体的 10%， 那你都会有那个安心的效果
啊，因为你不是纯电商嘛，你有线下，然后线下文青摊的，感觉雇个工读生，或是自己勤快一点，然后就可以假日就多去摆这个东西，你营收还是会起来的，你就会安心很多。最后跟你分享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这个中美关税战对干还在进行中，就在等那个天罚90天，那我们也不知道未来川普还会祭出什么疯狂的政策。这很夸张哪有这样的啊？如果是这种美国总统的话，看谁不会啊？想到什么做什么就好了啊！这个跟那个小学的时候你选一个8+9当班长什么两样？然后中国倾销台湾的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一定是越演越烈的啊！中国他妈供应链之王，然后他现在库存一大堆，美国就这样出不去，找地方塞啊！一塞到台湾，我们台湾厂商就爆了。为什么？因为它太便宜了。我们的那个成本就是它的售价，那夸张啊，那没办法弄啊。中国供应链的威能我之前影片有讲过，无法被挑战。这全太阳系最强供应链。那顺便说一下中国倾销台湾这件事情，其实在台湾早就发生了那虾皮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战场，有一些那个出货地点写台湾，然后你真的要下单，你选好款式之后，他会跳说较长备货，有中国来的没？他就是先集运到台湾，然后再分发寄给你，然后他是台湾出货的啊，你看起来比较安心，大概就是这样赚这个价差他也是中国来的中国出货到台湾做集运回来到台湾，然后再散货发出去，就是这样啊那你看这个新闻，中国货转进台湾虾皮，买人头伪装台卖家，这个新闻它发布的时间很早呢，2021年的9月呢，所以这件事情早就发生，然后泛滥了这样那就是怎样？就是中国直接来台湾做虾皮了啦那买人头身份证去注册那个虾皮的店，所以现在有相当大量的电商的卖家卖场，那个就是中国团队在那经营的那我会看现在各种的削价竞争会争先恐后的开始发生。以前中国厂商还想说要多少赚一点那现在是我能少赔一点我就少赔一点这样。如果你现在的经营模式还是在淘宝买淘宝卖虾皮，你没有经营自己品牌的话，你会变得很危险因为你怎么玩你就玩不赢那个产地直销，你知道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做电商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经营好你自己的品牌。你看我前面讲的，不管是台湾的关税有没有在那个最低的梯队那都是要顾好品牌，不是因为我们这边开店平台我才这样跟你讲，而是在这个风雨飘摇中，只有顾好自己品牌的人那才不会倒，跟日后它爬起来速度才会比较快。你看那个成品成品他有在担心关税的吗？不会啊，他们就会员那么稳你知道，你不管你今天卖给他是美国货、日本货还是中国货，那个会员都会买单啊。所以你看成品有怎样吗？老神在在啊。这个就是有品牌，然后有会员基数那就现在看起来就是受到冲击是小很多的。同样的话，只要你的会员够黏的话，你也不用担心。那除了经营会员以外，在经营的方针上，如果是我的话会这样做先说你参考就好第一个，测试新品这个测试新品并不是说要你去开发一个新产品，而是你可以把原本卖的不错的产品来改版。这个事情不是 Seven 最会换包装，对不对？像以前的佛蒙特咖喱饭加2块鸡肉变成佛蒙特咖喱鸡肉饭70块变成89块这个对消费者来讲包装也换了，然后内容确实不一样了新产品那你可能可以吃到新的客群，或是让老客人就有那个新鲜感，这样你营收就可以拉高。再来就是停掉不赚钱的产品线有一些产品线一定是你那些其实它没有很赚钱，但是收掉很可惜开始我个人认为要慎重的考虑要暂缓这个产品线了，因为经济好的时候它就没有再赚钱了，那经济不好的时候你要它突然很赚钱是怎样所以这个要想清楚那差不多了那我帮你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讨论的美国提高关税将如何影响台湾电商市场。那我也先跟你讲了，这个课征关税虽然不会直接冲击电商因为我们对美的出口61%都是科技的 B2B 的东西但是因为中国在跟美国对干嘛所以我们会迎来这个中国产品的倾销，因为它塞不到美国去，它塞其他地方我们也猜测了90天后协商的结果，就是我们如果是在关税最低的梯队那就这样吧那我们就是大力积极的开拓美国市场我们就有天然优势。天然优势什么优势？就是吃掉我以前在中国的份额那如果我们不在关税最低的梯队，势必就影响台湾经济。
电商的业绩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开发其他市场，例如虾皮跑去巴西呢，那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反正现在有 AI 啊，然后又网络啊，这个成本很低啊，物流要研究一下，看看有没有办法先做个10单20单，然后试试看这样啊，或是想办法接触线下。那我也提醒了你，不管关税战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作为品牌电商，最重要的还是努力经营自己的品牌跟会员，只有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只有你手上有一批忠实的会员，你景气变差，你还是有办法过日子。那景气变好，那你就过舒服的日子。另外，我也跟你分享了2个策略。第一个是开发新品，把本来的热销做一点改造，慢慢看，有机会吃到新客人，或是旧客人换换口味。不管怎样，都是有机会可以提高营收的。第二个策略是停掉不赚钱的产品线。我们还是要预防经济变差。所以本来不赚钱的产品真的要慎重考虑它的去留是不是该继续做那做了之后，如果它的库存越来越多怎么办？这样那最后就祝你可以顺利挺过这一波关税风波。讲八卦讲八卦，就是这一次的美国关税啊，它课什么？课实体商品就是虚拟产品其实这是美国经济的主力像 Netflix 像那个Disney Plus 这些线上串流平台这不是也为美国赚很多钱吗？都跟这次关税没有关系。那我们电商现在看起来是，就是你包裹要到美国才会被打，那带来的都是间接的影响，就是中国也被挡了所以他找地方塞到我们这边，我们就爆了之类的。我们电商在这一波的关税血腥7日之中，其实受伤很轻真的是很轻，基本上没什么事这我们内部都开过会了对，那真正出事的就是什么工具机水五金这种实体的东西的出口那他们公司就传产就中南部传产可能快倒好，那有点严重。这一次的关税应该接下来就会带到全世界的成本都提升，即使我们关税后来是比较低的梯队，那也是比较低，还是比以前高那这是一回事。那景气会变得怎么样？看起来是要变萧条了看起来现在看不到什么景气要爆喷经济要变好的那个的目标台积电都被美积电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就回到我说的可能可以开始开发一些安慰剂形态的产品那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这些产品还是跑得非常的好。景气本来就是这样，就会有2波景气好的时候狂卖的东西，跟景气不好的时候狂卖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听过美国的案例嘛，叫做口红效应，就是说经济不好的时候，口红的销量会变高。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小女生她能买得起的最便宜的奢侈品那口红销量变好景气大好的时候，她就去买她的粉饼或是什么了那就不会去买口红。OK， 所以这是一个风向标。那也一样，就是如果你就预期台湾未来经济会转坏，那你看看你的东西是不是有台湾经济好的时候你才卖得动？那大概等下 UCC 的时候，你才会去买你的产品。比方说吃喝玩乐那你吃跟喝大概就是都要吃都要喝嘛，那你的玩跟乐是不是就会有点状况？那你就要开发一点东西，比方说是空方的时候走空头走萧条的时候，那个消费者还会花钱来买的，就是很像安慰剂的东西。比方说什么，这个我直接跟你讲风水小物风水小物、招财小物这种东西。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就是你去看那个大庙里面，当然有人平常没事那个妈妈去买菜牵小孩子然后路过就去拜一下当然有这种人，但绝大多数都跟看医生一样，遇到事情才去拜，对不对？顺风顺水的时候怎么没想要去拜神明呢？都是那个有病才去看医生，所以医生看到的都是病人神明看到的都是有状况的人，本来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那在以前顺风顺水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他不是不 care， 他是没有想到那我现在事业还不错的情况之下，我去买个什么招财我去买个什么都没想这些然后事业开始有点问题有点不好的时候，可是他手上还有一点钱可以花的时候，这东西就会爬起来了所以你考虑看看风水招财这种心理安慰剂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轻奢化妆的东西那女孩子的化妆看有没有那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性价比比较高你可以从韩国进口。可是韩国进口它有问题，就是它很容易断货，超级容易断货，超级就韩国就测一下这一批卖的好不好，好就继续生产，不好就断掉
啊，断掉以后啊，你们一定要买这样，好，然后你这个产品就断了啊。女孩子喜欢的轻奢的化妆，而且韩系的化妆品跟日式又不一样，韩系都很可爱哦，它就是东西都是差不多东西，它的包装很可爱哦，很戳女孩子的心哦。然后价格的话，有的可以变得很便宜，好，那你就试试看说。在经济萧条的时候，这种安慰剂的东西，如果不花你多少成本跟时间，你只是试单嘛，那你做做看哦，说不定是比较有机会去存活的。现在很明显哦，经济未来看起来就不会爆好嘛，那应该没有什么爆好的理由嘛，哦，那连我们房地产这边哦，大家都是认为未来会向下走了哦，这个以前很难出现。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再只做顺风局会赚钱的东西，我是建议不要这样。你还是要去布局一些多空哦，然后你手上产品线的都能活的东西，除非你是刚需嘛，吃喝的东西。如果你是玩跟乐哦，那开始做一点布局。现在还有时间，有时间的原因是因为川普恭维哦，起码人不会给信道，你知道？就是川普美国总统会讲话呢，震动呢，而且现在你看他爱讲什么讲什么大家不太理他，然后世界开始往中国那边去靠拢，很恐怖，对，所以祝你祝我我们大家都顺利的挺过这次川普发疯关税大战。现在的电商平台之间竞争激烈，除了你熟知的虾皮、PC Home、Momo 以外，外国的电商平台也对台湾虎视眈眈。除了酷鹏、大军来袭，还有SHEIN、抖音小黄车、全球速卖通、Temu，他们都在偷偷伸出触手，要来抢台湾市场。而对于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说，最可怕的是，现在这些巨头在神仙打架，你只要被插到一点非死即伤所以我建议你快点跑再晚一点，你可能都被逼着参加斗价钱的战场，想逃都没有办法逃。只有盖好自己的品牌官网，培养自己的忠实会员，才能够创出高的毛利这才是避免伤亡的最好方法。如果你现在正在找一个实力坚强的电商系统来帮你架设品牌官网，我推荐你 Cyberbiz。我们除了官网仓储跨境 POS 能一次搞定以外，现在还能够发动电子票券或是30分钟机车快速到货，让消费者更难抗拒你的行销活动。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大品牌都喜欢配合我们 Cyberbiz 电商系统的原因。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那你就填写资讯栏的连结。那填完资料以后，我的同事会跟你联系，电商相关的问题应该都回答得出来，因为我们经验蛮丰富的。最后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更多电商资讯给你。我是电商通灵城，我们下集影片再见。